放箭！放箭！冲吧！ 再杀！骑兵，杀！这个于征，看来真是得到了于场的真传啊！区区5万将士，能撑到此时？哼！加火药！出发！ 甫一开战，便派出上百名弩兵。中央军的火药消耗比我预想的更快。照此趋势，宁王那50桶火油，一入夜便会用完。战场上的局势完全符合郎君的预测，天黑之后便可以奇袭敌军后方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 夫人，中央军发射的火箭比预想中的更急更快，郎君今夜便会带兵发起突袭。看来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这上面说，宁王的火箭进攻导致河东军伤亡惨重，莫非蒋军早就料到我方很难打赢，所以才计划好了夜袭宁王？无论战况如何，这场夜袭都不得不发。一是擒贼先亲王，若是蒋长阳能够顺利进入敌营，控制住宁王，便可以提早结束这场战争，让更多的将士免于流血丧生。
二是因为中央军营地位置刁钻，依双蟒山而立。就算是河东军打赢了这场战争，宁王也可以从两山之间的窄道撤退。那天险之地，易守难攻，他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。若是他先行返回长安，在百官面前颠倒黑白，那便是后患无穷。我军士兵已经隐藏在树林之中。禀报将军，中央军已经停止火箭进攻，鲁兵皆已召回。敌方将领呢？禁军统领和2位节度使仍在阵前带兵进攻，宁王已在护送下退至阵地大后方。退得正好。还没入界，他就不观战了。看来宁王真觉得自己势在必得。整顿军器，前战马来。是。苍提，是。苍帝，是。苍帝，是。将军如何？轻骑队接近宁王主营时，遭遇弩兵伏击，火油齐燃，火箭如雨，直扑轻骑小队。将军反应及时，率前队驾盾挥刀迫使，然多名将士依然马追，小队仅剩10余人。是否已按计划撤离？是。撤离途中，将军连上3箭，直逼宁王，谁知前2箭皆被宁王以一士兵为盾挡下，最后1箭正中宁王肩膀。宁王伤势如何？见退回主营，我便速汇报，具体伤情无法判断。我返回途中，箭弩不断，小队恐怕短时难归。后面的跟紧点儿。郎君，你看。加紧回营，驾！撤！大约寅时3刻，主帅刚走没多久，我们望见中央军后方燃起狼烟，随后营地东侧突然闯入一批死士。将军嘱咐过，深夜也不可轻敌，我们特意留了双倍士兵守夜，很快将死士擒住。但其中2人见偷袭失败，硬闯进军备营帐，放火烧了粮草，火势太大，扑灭时，所有屯粮几乎全数被毁。服毒死的，是，被擒后他们吞了毒，但我们活捉了1个。审出了什么？他们在开战前就已埋伏在东边山下，因为人数少，又躲在树丛中，一直未被发现。死士称宁王命他们等待信号，在我方大军力竭时前进来刺杀主帅，但我们的夜袭激怒了宁王，让他临时改变了计划。狼烟今夜提前燃起，他们只得冒死冲了进来。这群死士一直潜伏在附近，若真是遇到我方士气低迷时突然杀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如今宁王临时变卦，我方营地又守卫严密，反倒把危险降到最低。这本是宁王计划刺杀主帅的最后一步棋，但宁王此时自乱阵脚，将潜藏的后手提前暴露了出来。这对河东军来说未必是坏事，只是此番夜袭未能擒敌，这仗只怕会越打越久。郎君可千万不要自责，宁王一旦慌乱，正面的主战场一定会受到影响，河东军希望尚存。原计划速战速决，如今失了粮草，河东将士再是骁勇善战，也只怕难敌饥寒。重新清点帐中余粮，
看看还能撑几日。从明日起，每顿放2减半。无论如何，都得守住东围关。是。夫人，郎君交代过，若意外发生，要带你们尽早离开河东，去往新罗。货船就停在岸边，我们今晚就走。芸娘，定护你周全安康。若是江山易主，生灵涂炭，身为大唐的子民，何谈周全安康？可人要吃饭，马要吃草。若是此战旷日持久，河东军岂不是会被逼上绝路？宁王自己给自己弄了退路，那咱们呢？哎，河东军营地背靠樊河，那要是打不赢的话，能不能直接划船逃跑啊？于征跟蒋长阳皆非贪生怕死之辈，怎会弃战而逃？况且宁王给河东军扣上了反贼的污名，若是逃跑，岂不是坐实了大罪？我们又将河东百姓置于何地？河东军早已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，又怎么会提前准备好船只呢？我们有货船，我们的船可载千斛，若是装上粮草，给河东军运去。难道你想横渡樊河？可营地位于樊水西南岸，想要渡河，需逆流而行。樊河宽阔，水流湍急，若是遇上暗礁水浪，可能会命丧水中，尸骨无存。可若是能够成功渡河，为河东军蓄上粮草，那么此役的胜算便会加上几分。芸娘听禀夫人吩咐。那我这就去清点库中囤粮。我也找伙计，把货都搬船上。等等，这些还不够。芸娘，你带人去河东的铺子，向百姓打欠条借粮，什么米面、草料、野菜，有什么收什么。是，记住，一定要盖上我们店铺的章子，承诺10倍奉还。慢点啊！冯店主，杨店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院长家里的渔船，最不大也能装上10几担粟米。另外呢，北方寒冷，将士们风餐露宿，易感风寒。我带了些汤剂丸药，送给河东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樊水汹涌，渡河艰难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还请不要再冒险了。无妨。冯店主，你帮我们赶走了绝北强盗，又带我们经商致富，丰衣足食。如今我们回报你，莫要再推辞了。更何况现在河东有难，于大将军正在战场杀敌，我们河东百姓不能看着不管不顾啊！是，没错。冯店主乃商户中诚信道义之表率，你本非河东人，尚能为河东军冒险送粮，我们更要为战场上的将士们尽一份力呀！是，尽一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诸位了。大福，哎，张晨，是。装船。走。来，给我一个。这边，慢点啊，丽华。冯店主啊，哎，我家娘子囤了不少酱菜，一会儿就送到。多谢多谢。冯店主，我家铺子呀也备了小货船，也找不少粮食，让伙计呀一会儿就给送到。好嘞，多谢。客气客气。来，多谢啊。郎君，宁王的火箭源源不断，咱们这连米汤都要喝不上了。这样下去，通知轻骑兵小队，整顿军器，
1刻之后集合。您要亲自上战场？郎君，您常年蛰伏于长安，从来没带兵打过仗。带兵打仗我比不过于震，但我有功夫在身，能杀1个敌人，就是赚1条命；杀2个，就是赚1双。郎君，夜袭之计已然失败，于将军还在阵前杀敌，我怎能躲在营地里做壁上观？属下明白了。报！营地后方反水上发现可疑船只。你们看，到了。牡丹。 这些粮食里有米有面，还有河东百姓做的酱菜，够将士们吃上2、3日的。若是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辛苦你了。告诉将士们，河东的百姓跟他们同在，让他们不要灰心，大家等着他们大胜而归。这是什么？辛苦啊，不辛苦，佛店主。大夫，杨店主这小渔船没有遮挡，若是遇到水浪冲撞的时候，这些粮食肯定会受潮。这样，你回店里将我们之前存放的绝北火浣布取来盖上，这样可以帮助粮食防水防潮。若是船只晃动，不小心打翻了灯油火把，也可以防止火焰烧到粮草上。行，我去拿。去吧。大福，我刚刚说火浣布，对，火浣布确实还囤了一些，怎么了？夜袭败于火攻，若是我们有这些强韧又防火的料子做护具的话，做护具，我去拿，快去！库中存了不少与绝北国交易来的火浣布，但此布多是卖给酒肆刨除，尺寸很小。我便带着河东百姓们，连夜将布料拼接，缝制成宽阔的作战斗篷，还为战马做了面帘、当胸，专门用于应对火攻。这套我专门找你借的。我对比着尺寸，加大了用料，穿上以后可以抵御前面的火焰，也不会妨碍将士们勒缰驾马。下令整顿营中未受重伤的骑兵，准备2次夜袭，点燃火把，靠近战马，让他们习惯火焰，免得遇到火墙再乱阵脚。是。宁王现在何处？据前线探报，宁王还在营中休养。寸营必争，务必赶在天亮前抵达中央军阵地后方。是。报，据大营10里之处，发现敌营小队正在迅速靠近。自不量力。大王神机妙算，那江长阳果然不会轻易罢休。蒙昧小儿，以乱击石。准备的如何了？大王放心，我已命人将土渠重新填满了火油，势必令他们葬身火海。这次动作利索些，1个活口都不能留。把江长阳的人头取下，再来见我。是。放箭！再放！
兵来，不能让他们靠近大王。通知金田将士，马上回来支援。是。你倒是会随机应变呐，江长阳。你落了我的军旗又如何？河东军不到5万将士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宁王，军旗已倒，联络已断，你又何必负隅顽抗？这些镇守后方的残兵败将早已乱了阵脚，你指望他们能打赢？把你救走吗？好啊，那就这么拖下去吧，拖到河东军尽数归天。我怕什么？我宁王乃圣人兄长，你能奈我何？况且你可是反贼。你是圣人的兄长不假，但谁是反贼？可说不准呢。圣人敕旨在此，众将士听令。宁王李贤诬辩河东军，残害忠良，蓄意谋反，其心可诛。河东节度使于真奉旨捉拿反贼，阵前抵抗者皆视为同党，就地斩杀。宁王才是真正的叛国罪人。此意之根本已然扭转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中央军听着，你们从来都不是什么平定叛乱的正义之师。圣人敕旨已到，若是继续抵抗，则彻底沦为乱臣贼子，罪不容诛。走，回来！不要受他的蛊惑，回来！宁王，你一向看不起商贾女子，岂知这敕旨是谁带来的？于氏父子忠君不二，绝不会归顺宁王。他们之间必有一战。我要给河东军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，在阵前证明于征是为秦王而战。不过此战必须要赢，只有赢了，这才是圣旨。若是输了，便是废纸一场。茶花开得真好，这里的杜鹃花也很好看。起风了，当心着凉。京中无事，你便早日回河西吧。淑妃珍重。
你拿着这所谓的敕旨就能乱我军心吗？这敕旨的真假还未可知。将士们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在这里你们要听本王的。江长阳，我就问你，你不到5万的兵马，拿什么赢我？就算你现在把我擒住，河西军、剑南军也不会坐视不管。为了证明他们不是反贼，他们拼死也会救本王的。小儿，记住，最后谁赢了这场仗，谁才是正义。来了，救兵来了，我的人来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大王，你选。看来，朕意是属于河东军的。宁王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手中的盟友名单吗？今日蒋某向你郑重引荐我的一位重要盟友。小文言，小人！将士们，你们都是中原最强悍的战士。李应和主帅荣辱与共，拿起你们的兵器，和本王一起杀回京城。等大业一成，你们还有你们的后代，将荣耀千秋。宁王，如今你已经不装了，要明目张胆的造反吗？那又怎样？呸！战斗吧，战斗吧！大王，如今我军人心惶惶，又失了盟友，已无力再战。我终究看错了你，卑鄙！恩将仇报，你断的不仅仅是条腿，你连骨气、血性都没了。我不过是善于审时度势罢了。从前忠是顺大势，如今反亦是顺大势。小婿的行事作风从未改变，只是您已不再是大事了。兵部侍郎刘畅自愿投诚请罪。臣自知犯下大错，罪不容诛，也冒死将反贼擒住。宁王结党营私，谋害忠良，种种罪行，下官皆有存证。愿全力配合于征将军彻查此案，将奸佞之臣铲除殆尽，匡扶帝纲。河东节度使于征，平乱有功，封为郡王。暂留京中彻查此案，肃清宁王党羽。臣接旨，谢陛下隆恩。兵部侍郎刘畅。罪臣在，逆党爪牙，罪当万死。然朕前认罪，擒敌有功，看在你诚心悔过、戴罪立功的份上，朕愿网开一面，罢职抄家，
死罪可免。刘畅，叩谢陛下。陛下，罪臣还有一事相求。讲。恳请陛下宽赦县主。她虽是宁王之女，却从未参与谋逆。李氏皇族子嗣珍贵，县主是陛下的血脉至亲，还望陛下开恩，留她一条性命。我夫妻二人无权无势，无儿无女，不会掀起任何风浪。还望陛下网开一面，彰显天家之仁德。老师，于老将军，章丘兄，舍言，所有殉难的同僚，如今祸患已平，革故鼎新，各位可安息了。列位的至交，晚辈日后必定竭力守护，还望诸君放心。愿天佑大唐，长治久安。当真决定不要何为芳这个身份了？此番经历太过于离奇，如何同外人讲得清楚？再说了，宁晨花牛使已经死去，我何不继续做我这个逍遥的小花店主呢？做不做蒋长阳无所谓，只是可惜了我那蒋府的宅子。是啊，你说我那些花土，好不容易养好的，不若我们偷偷溜进去，把那些花土偷出来。哼，我都无家可归了，你还惦记那些土啊？做贪官就要知晓有这么一天。不过方圆很大，屋子多的是，你随便挑一间喽。我不嫌弃赘婿。小花店主人不在长安，留在长安的伙计啊，个个能干，1年多的时间啊，便将方圆给赎了回来。生意做得这般大，那拜访的人啊，定不会少。我必得教你些装神弄鬼之术，若遇故人，这逃跑时也不至于狼狈。行了，鸡鸣狗盗的办法你一人会就行了，我有我这张嘴便无碍。那倘若嘴被堵住了，当如何？你觉得如何？哟，光天化日之下占我便宜是不是啊？夫人饶命！离开长安这么久啊，一直念着宫中酿的桑诺酒。痛快。还好李贤基于盟友名单，若他真要置你于死地，不置于死地，如何绝处逢生啊？我倒要感谢他刀法精准，要了我半条命，却还留了我一口气。你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怎么还是这般没心没肺的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护如归。老师的教导，我不曾忘。即便那日真的以身殉道，我亦无怨无悔。陛下不必自责。随之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未视你为臣，
你我是手足，所以不论你因何而死，我都会。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想把我灌多，然后让我允了你的请求。如今还政于君，海晏和亲，枉死的同僚和孟州百姓得以安息。日后，就看三郎大展宏图了。我少师的心愿皆已达成，做人不可太贪心。你本就是忠义之辈，平反声明恢复身份有何不可？我和牡丹的身份尴尬，若是大张旗鼓的死而复生，要解释的问题太多，如何说得清？再说了，我也不在乎高官厚禄、流芳百世。你不在乎姓氏宗族，那牡丹呢？她自然和我一样。天朝地广，各州各府的官员难免监管不到。牡丹游商四方，我便做三郎的千里眼，定令所经之地无贪官污吏、奸雄恶匪。你明明就是想和牡丹游山玩水，留我一个人，形单影只，冷冷清清。三郎这番话，可敢当着淑妃的面再说一次？三郎，随之。小花店主的店铺都要重开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这离开之事，我还没想好要如何同大家讲呢。不想见哭哭啼啼，不如不告而别。咱们城里的花转偷偷……那怎么行？我们好不容易平安归来，若是这样走了，大家会伤心的。准备的东西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交给芸娘了，不日便能做好。哎，老道，过来过来。好头，来，老头，上次咱说的那个还不太行。你看他们干嘛呢？